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叫做 ConfUI 的自动化。那我们之前在做 ConfUI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单打独斗，那它和其他的流程是不能串联起来的。那比方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流程，那如果我现在呢要生成一个图片的话，那我首先要生成提示词，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生成一个完美的英文提示词呢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往往要借助一个大语言模型，比方说我们的 Gemini， 比方说一个汉服美女走过石桥，那我会给这样一些主题的元素，然后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会根据我写的这个要求，然后来生成对应的提示词。大家看一下，这是中文和英文的提示词。那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放到 ConfUI 里边，然后才能生成对应的图片，对吧？那这个流程呢，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它既有外部的大语言模型，也有我们的 ConfUI。那如果我们想把它集成到一个工作流里边去用的话，那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会用到一个技术叫做 N8N。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开源的这种可定制的工作流。其实类似的技术呢有 Define 可能有的人会用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就是说我这儿有一个聊天的界面，比方说我这儿写了一段提示词一个中国美女正在校园里边行走，然后经过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就类似于一个提示词生成器，然后呢来调用我们的 ConfUI， 然后把生成的内容呢给它转成一个图片文件，然后呢存到我们的硬盘上。那关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场景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有两种调用方法。第一种呢就是调用我本地的 ConfUI， 第二种呢是调用我们云端的 ConfUI， 比方说 Running Hub。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那我这些工作流应该怎么去调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场景那我们会分两个视频来给大家去讲。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场景，就是我本地的 ConfUI。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本地的 ConfUI。下边呢我先跑一遍，大家看一下效果。如果我现在写这个提示词，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汉服美女，长头发，大眼睛，优雅的走过石桥。那我们下边呢跑一遍，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触发了这个 AI Agent， 这是一个智能体这个里边的话，我们用到的后端的大模型支持是 DeepSeek， 当然主要是考虑到翻墙的这个因素。然后后边呢我们来调用我们的 ConfUI。注意这个我是部署在本地的。好，现在呢就完全的跑完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最终的结果里边会有一个叫 A.PNG，这就是我刚才生成的这个效果。那整个流程里边呢，只有开始和结束。那我们所有的过程呢，都是靠这个工作流呢来完成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N8N。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 N8N 的官网，它是一个完全的可定制的工作流的技术。这个工作流并不是我们说的 ConfUI 里边那种生图的工作流，它具有更多的功能，既可以写磁盘也可以读数据库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去做，对吧？这个是一个完全开源的，所以说呢免费。然后呢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模板，社区呢也非常成熟。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选 N8N 而不去选 Define 的原因。那么如果大家要安装的话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点开它的 GitHub 的页面。那么这个里边你会发现安装的话呢，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用这个 Node.js 去安装。第二种呢是用 Docker 去安装。那如果你要是 Win11 的系统比较新的这种计算机，可以非常方便的打开 WSL 的这种支持的话，你可以采用 Docker。如果你要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麻烦你可以采用 Node.js， 这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采用的方式呢还是 Node.js，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系统是 Win10， 所以说安装这种Docker 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去解决，对于大家来讲呢，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安装。首先呢，你需要安装 Node.js。注意它现在是英文的，那如果你觉得看的不太习惯的话呢，可以换成中文。然后呢，你注意这儿是一个 LTS 的，那就是应该是一个无版图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点一下下载，这里边呢会有 Windows 的。Windows 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安装文件，第二种呢是这个压缩包。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种安装程序，然后下载之后呢，你就下一步安装就可以了。那一旦安装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打开你的命令行，打开的方式呢有很多，比方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文件夹下边，我们敲一下 CMD， 这个就可以打开，或者是呢你在开始菜单里边搜 CMD 这样也是可以打开的。
那比方说这个的话，那你看我到底有没有装好 Node.js 呢？你可以敲一下 Node-v 啊，就是 -version，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版本。另外它安装和运行 N8N 的话呢，用的是 npx 这样一个命令，所以说呢，你还可以敲一下 npx 或者是 nps-help， 看一下能不能得到对应的提示。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呢都可以确定我们现在是安装好了的。那一旦安装好 Node.js， 你只需要敲这个命令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N8N 给它运行起来。那我可以敲一下 npx N8N。好，现在呢，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提示，就是我现在在5678这个端口上呢，已经开启了一个 N8N 的这个网页版的控制台啊。那我们可以打开它。大家注意啊，当你打开之后呢，那如果你之前没有注册过，你需要先注册一个，然后一般用你的邮箱和密码，然后注册就可以了啊。注册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登进去，然后呢，大概就看到这么一个东西。那我构建的工作流呢，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 create workflow 来构建对应的工作流。那这个工作流怎么去构建呢？我们简单的来给大家这个重新的来构建一遍啊，大家就明白了。首先呢，我们创建一个 workflow， 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控制台。这儿这个工作流呢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第一个叫做 personal， 就是我自己的；第二个就是团队的，就是别人分享给你的。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它的基本的控制手法啊。首先呢，你注意，你这样是选节点的，和那个 Conf.ui 是一样的。然后你要移动这个画布的话，是按照 Ctrl 键，它变成手啊，你可以来回去抓。另外也可以按住鼠标的中键，这样也是可以的。放大和缩小的话呢，可以按照 Ctrl 键，然后去按照滚轮去放大和缩小。当然按这个图标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可以直接回到这个原点，对吧？就基本的这样一个操作。首先呢，我们先看怎么去增加节点啊。同样呢，我们可以通过右键的形式啊去 add node， 就是我们添加一个节点，或者是按 table 键去增加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呢，有这么几种啊，我们用到哪个说哪个。我们先说第一个叫做触发节点，就是说我怎么去触发这个工作流呢？比方说我们可以手动触发，就是我点它一下，它就可以运行。另外，比方说也可以有一个叫 schedule 就是我调度它去运行。那你可以设定啊多少分钟执行一次。当然更细致的，你可以用类似的 Linux 的 cron table 这种形式去控制它。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 chat message。那这个 chat message 的话呢，其实是收到一个消息，我们就可以去触发这个工作流，这个很容易去理解。然后呢，我们回到这儿，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这儿就会有一个类似于聊天的框，然后当我们输入一个什么东西啊，比方说 hello， 我们点击，这个时候呢就执行完了。你注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有类似的 session ID， 它这儿有一个变量叫 chat input， 也就是说这里边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叫什么呢？叫 hello， 这是 JSON 形式的输出，这儿有表单形式的输出，这个都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双击它啊，你可以看到对应的信息，看一下，我输的是 hello， 对吧？当然，按道理呢，我这儿应该输一段这个提示词的关键字啊。那我们比方还是这样，一个中国美女在校园里骑自行车，那这个就变了，对吧？然后后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是给一个大模型，让它帮我们把这个关键字转成一个详细的这个提示词。那这个怎么做呢？这儿呢，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我们可以叫做 AI agent， 你可以选一下 AI， 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 AI agent， 然后这是一个基本的配置。注意啊，这个配置里边的话呢，它这儿默认有一些值已经填好了，比方说这儿叫 chat input， 这个默认是将上一个的输入啊给拿到这个节点里边，我们先把它关掉。注意啊，这个节点目前没配好。首先呢是这个 chat model。这个 chat model 的话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填。比方说呢，我用 DeepSeek， 你注意啊，这儿需要创建一个凭证，是一个身份验证啊，就是靠它去连接到你的 DeepSeek。然后如果你已经有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这个选一个；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创建。下来列表的话有创建对应的内容。那这样我创建一个新的，注意啊，这儿我们只需要填一个 API key 就可以了。那这个 API key 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大家可以先进到 DeepSeek 的官网，然后这儿有一个 API 开放平台。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充值啊，这个支付宝、微信都可以，是吧？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创建一个 API key， 那就是这个东西。那你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就可以直接放到 N8N 里边了。一旦填好之后，你注意啊，这儿提示说连接成功，就代表着 OK， 这个就没问题了。然后你选了它啊，就代表着我们目前这个大模型的支持就配好了。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Canvas， 然后呢，注意这个 AI Agent 呢还需要再配一下啊，配什么？一般呢我们会在这儿给它增加一个 option， 这个 option 呢叫 System Message， 其实也就是你们在对话之前，你会对这个大模型的角色有一个定义，是吧？我们在这儿呢会写一段我们的系统提示词，这个提示词跟我们用 Gemini 写的那个提示词是很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来写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提示词很简单啊，我在上面呢给它写了一个模板，然后我告诉它上面是 Flux 的一个提示词模板，然后希望它能根据我给出的关键元素，然后类似的给一个提示词。这儿有一些注意啊，比方说要求是英文的，而且呢直接返回提示词，不要包含任何其他的说明文字。这里边呢不要有控制字符和不可见字符，尤其不要有换行符，因为有换行符在 JSON 处理的时候会有问题，单词数量在100到200。那一旦完了之后呢，我们这儿也就配置好了。你可以来测一下啊，那我们再一次运行它一下，鼠标移到这上面可以单独执行这个节点啊，我们跑一下。好，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段提示词，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是吧？我们可以双击一下它啊，这是它的输入，这是它的输出，这个就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好，下边呢我们后边再接一个，这个是重点了，我们要接 ConfUI。这个在接 ConfUI 之前呢，一定要注意 ConfUI 的基本配置。在启动 ConfUI 的时候，尽量的加上杠杠 listen， 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让 ConfUI 只能在本地访问，是吧？它是一个处于监听状态的啊，我们回车就可以。好，现在呢我已经启动起来了，你注意它现在监听端口是 0.0.08188， 所以说呢，我现在可以在我任何局域网的主机上去访问到它啊。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 IP 地址加我的端口，我能正常的访问到它啊。这俩不在一个机子上，所以说这个不能用 127.0.0.1， 我必须用另外一个机子的 IP 地址。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玩这个东西啊。首先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流，后边再接 ConfUI， 这个 ConfUI 节点呢，你注意在官方是没有提供的，但是它社区提供了很多的节点。那么社区的节点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找，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点一下 Setting， 然后在 Setting 里边大家可以找一下啊这个社区的节点。然后比方说我现在已经装了叫 N8N Node-ConfUI， 那如果你要没装怎么办呢？点一下这个安装啊，然后呢你可以浏览一下。比方说呢我想装 ConfUI 相关的，你可以看一下 ConfUI，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搜索啊，你可以搜到类似的这个 N8N 的节点，大家看一下 N8N Node-ConfUI 对吧？哎，这个很明显。然后呢你把这个名字填到这儿，直接安装就可以了。那我这儿已经装过了，所以说我就不装了。回到我们的工作流里边，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给它加上啊，这个怎么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儿呢我们可以直接搜 ConfUI， 哎，就是这个节点，点上它可以 add to workflow。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啊，它同样需要有一个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就更简单了，填上你 ConfUI 的这个地址，然后 API key 留空就行。一旦呢这儿提示连接成功，就代表没问题了。完了之后，这个节点需要配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叫 workflow JSON， 就是这儿有一个工作流，就是我们构建的那个工作流。但是你要注意啊，工作流呢有两种形态啊，第一种就是我们运行的 JSON 形式的工作流，第二种是 API 形式的工作流。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啊，就是当你打开 ConfUI 的时候啊，你这个导出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它这儿呢会有一个 export API。大家导的话一定要导成这个形式啊，要不然你导成这个是不行的。你先确保整个工作流运行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然后我这儿加了 Tcache， 我们现在呢先来跑一遍，确保它能正常运行。大家看一下，我这生成了一个对应的内容啊，只要它能跑出来就没有问题。现在呢我把它 export API 名字随便起一下啊，我叫 N8N。那现在呢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文件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给什么 Ctrl+C 一下，然后粘贴到这儿。大家注意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是需要替换的，就是我们的提示词。那么这个怎么替换？你一旦要替换，你要注意 JSON 呢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叫固定格式，
就是固定文本，第二种叫表达式形式。当你点开表达式的时候呢，这儿呢会出现 fx， 就代表着里边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替换的。这个你可以对比的来看啊，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左侧是 expression， 右侧是这个结果，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啊。重新再跑一遍，大家看一下，现在 ComfyUI 也执行完了，但是它会有一些问题，大家看一下。这儿能看到结果，这个结果还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两个恐龙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写的固定的提示词，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做一个变量的替换啊。那这个怎么替换呢？我们还是切换到 expression，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要不然不容易找。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删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拖过来，拖到 output 这儿。也就是说，我会把这个大模型叫 AI Agent 的输出当成这个提示词，然后来生成。然后呢，我们把它关掉，再执行一遍，大家看一下，现在执行完了，这个图片也就有了啊。它会根据你写的那个提示词来生成对应的图片。大家注意啊，这个生成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 ComfyUI 的控制台里边看到对应的进度。比方说，我们来试一下，那我们这儿再换一个吧，让我们换成正在喝咖啡啊。然后呢，我们再跑一遍，注意啊，我现在切到我 ComfyUI 的这个计算机上，然后呢，我们点开我们的控制台，那你可以看到，待会儿它就开始对应的跑这个工作流。好，现在呢开始动了，对吧？开始走进度。好，现在呢已经完了。完了之后呢，你应该也能在我们的这个结果里边看到这个效果，对吧？这是我们刚才生成的啊。那这个结果跟你这儿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是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节点，然后下边就是大家要配一下它是什么格式的，我习惯是配成 PNG 的。好，那这个节点就完了，然后再往下边就是我需要把它转成一个图片，然后存起来，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可以添一个这个新的节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操作节点，你可以叫什么 data transform 或者叫做这个数据转换，是吧？这里边呢有很多。那我们用的是这个叫 convert to file， 这个也是一个大类啊，里边有不同的这个内容。我们是将 base64 转成一个文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图片是个 base64 的嘛，然后点开它然后做一个基本的配置就行。那我们之前输出的那个叫什么？其实就叫 data， 是吧？因为我没改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我最后一个节点是把它存起来，所以说呢，你可以搜一下 save， 就是 write。或者 read to disk， 那我现在肯定是 write， 然后我这儿呢可以给一个固定的值是存到哪儿，比方说地盘 bb.png 我就瞎写这个 input data 跟上一个保持一致，上一个我叫 data 嘛，没有变所以说呢这儿就是这样。好，这个工作流就完了，我们直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效果。汉服美女正在骑自行车，然后我们直接开始运行，生成提示词，执行 ComfyUI。好，现在已经执行完了。那我们直接看最终结果，地盘 bb.png 点开，大家看一下这个有点诡异是吧？不过还是挺好看的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呀？N8N 的一个基础，那我会把它做成一个系列的课程，因为你会发现在后来的话呢，模型的能力大家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后边会代表着资源整合的能力那资源整合的话呢，包括 ComfyUI 和其他的资源去整合，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跟大模型进行整合，对吧？包括和一些系统的功能整合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非常繁琐的工作变得非常的简单。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